如果你犯了这7个错误，会导致你的频道被取消盈利的资格，严重的甚至会导致 YouTube 直接把你移出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这意味着你的频道无法再获得 YouTube 广告收入以及实行其他的频道盈利功能。这期影片非常重要，无论你频道是否现在开通了盈利，我希望你都能够认真看完这期影片。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是新手创造者，这里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它会从不同的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重复使用他人内容。YouTube 是不希望你重新使用他人内容的，特别是在你没有任何的编辑或者评论的形式下，去给原本的内容去添加一些新的价值。这样的行为是 YouTube 非常不喜欢的。这不仅会导致你的频道被取消盈利资格，而且如果你现在的频道还没有开通盈利，那么如果你制作这些内容，在之后审批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很有可能你的频道没有资格去开通广告盈利。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使用自己原创内容。不论使用了他人内容或者素材，一定要尽大的可能去进行编辑，去重新制作，去变成你自己的内容。这样 YouTube 在之后对你频道进行处理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楚的解释到，这是根据原创内容进行衍生的作品，你添加了很多自己原创的元素、原创的思想等等，去提供给观众新的价值。YouTube 对于创造者重新使用他人内容，只有在原始内容还有衍生内容有非常大差异的时候， YouTube 才会允许这样的影片能够获得广告收入。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可以盈利的重复使用他人内容的形式。反映影片是可以的，如果你尝试编辑原始的影片，并且加入自己的想法，为原本的影片增加幽默或者深思的元素。批评性的评论影片也是可以的，通过批评性的评论去建立你的观众群体，并且增强你的品牌。带有旁白的编辑过的片段，你可以为原本的影片去添加评论，或者通过叙述短影片的形式去完全打破传统内容。还有就是具有明确叙述还有教育成分的影片，你使用其他人内容去说明你本身的观点还有想法。如果是电视节目剪辑成的合集、艺术家歌曲的合集，或者是宣传其他创作者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形式都是没有办法盈利的。下一个错误就是不活跃的频道。如果你 YouTube 频道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没有发布任何的影片、短片，或者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在你的 YouTube 社群里面没有发布任何的贴文，那么你 YouTube 频道就会进入到不活跃的状态。这种情况 YouTube 会直接把你移除它的合作伙伴计划，你需要重新的申请。这是很多人在经营频道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你不仅需要持续的上传影片，去让你的频道能够更快、更稳定的成长，同时你需要持续发布影片，去让你留在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里面。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去发布新的影片，你还是可以使用你的 YouTube 社群去发布一个社区帖子，这样就能够避免你的频道去进入到不活跃的状态。很多 YouTuber 他们选择休息一段时间，就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去让他们频道保持在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里面。他们不需要发影片，就是在 YouTube 的社区里面去发一则帖子，去告诉观众他要休息一段时间了。这不仅能够让观众去了解频道主的状态，也可以让他的频道去继续保持活跃的频道状态。下一个错误就是宣传违法活动。如果你在你的 YouTube 影片里面去宣传毒品或者暴力等内容，那么就会导致你失去在 YouTube 上面的广告投放能力。这不仅会影响到你个别的影片，也有可能会导致你整个 YouTube 账号、整个 YouTube 频道没有办法获得广告盈利，甚至会被移出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这些做法直接违反了 YouTube 的设计准则，还有创意责任准则，是完全不能够被 YouTube 接受的，是不允许出现在 YouTube 平台上的。这样的做法会直接导致 YouTube 频道没有办法盈利，会被移除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甚至会导致整个频道直接被终止，没有办法再创建另外一个新的频道。下一个错误就是极端的点击诱饵，这就是指在 YouTube 上面去发布误导性的内容、误导性的标题与内容完全无关的缩图内容，这些行为都会导致频道失去盈利的资格，被 YouTube 移除它的合作伙伴计划。你的缩图可以稍微夸张一点，但是你要保证你缩图上面所呈现的信息和你影片本身的信息是一致的。但是如果造成了观众被欺骗了，他们点击缩图之前以为是那样的内容，但是点击之后发现完全不是一
回事，这就是欺骗观众的行为。如果你反复这样做了，被 YouTube 发现了，就会导致你的频道会被暂时停止盈利，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你频道被关闭盈利，被移除 YouTube 的合作案计划。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制作内容，诚信是需要你放在第一位的。你影片是什么内容，就告诉观众是什么内容。下个错误就是发布暴力粗俗内容。如果你影片涉及到了性行为的成人内容，或者是涉及到了暴力血腥的内容，那么将会取消盈利资格。如果你只是发布了一部这样类型的影片，那么这部影片是没有办法盈利的。但是如果你频道里面非常多这样类型的影片，就会直接导致你频道失去盈利资格，甚至会让 YouTube 删除掉你频道，并且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无法在 YouTube 上面再创建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内容会偏向于这些敏感话题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YouTube 的广告友善内容规范，里面会详细的告诉你，在暴力内容的类别里面有哪些形式内容是能够盈利的，或者在成人内容类别里面有哪些内容形式是能够获利的。你需要避免去做出 YouTube 不允许做的内容。下一个错误就是发布争议性的内容。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去发布一些有争议性内容的影片，也会导致这部影片没有办法获得广告收入。如果你频道里面有过多这样类型的影片，那么也会导致你整个频道失去盈利的资格。一些敏感的主题主要涉及到了政治、自然灾害、全球性的事件，如果你没有提前去参考一下 YouTube 的内容准则，是很有可能会做出被 YouTube 认为是有争议性的内容的，这会导致影片没有办法获得广告盈利。如果一直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会导致整个频道失去广告盈利资格。我认为这一政策它的问题在于它比较模糊，而且对于一些新闻类的频道、社会评论类的频道，它的适用性我是有些担忧的。但是好消息就是，如果你违反了这些政策，你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进行申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原因，面向儿童内容会受到政府的监管，而导致盈利受限。儿童内容在 YouTube 上面是属于比较难做的领域，会受到很多限制。此外，如果你违反了多项的 YouTube 设计准则，那么你的频道也是有可能失去盈利资格的，尤其是那些和你内容相关的设计准则。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准则，也是会导致你的影片失去盈利资格，甚至是你的频道整体失去盈利资格。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一点，如果想避免的频道或者影片失去盈利的资格，就需要去了解一下这平台它有哪些政策，以及你如何遵守这些政策。我知道大部分人经营频道的目的都是想要获得广告收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免这些错误。其实还有一类内容现在在 YouTube 平台上面特别敏感，那就是使用 AI 制作内容。YouTube 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去进行整改，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不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追踪 IG 能够和更多互动。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